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 KOU 苗栗医院小学堂。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苗栗医院肾脏科吴文忠吴主任，吴主任，我们跟乡亲 say hello。嗨，我们今天吴主任呢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咳嗽与慢性肾病的一个相关性的哈。那吴主任也知道我们现在COVID-19 的感染大部分最主要症状都是咳嗽我们所谓的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这个慢性肾病的乡亲也常常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是否有咳嗽的时候，我们这些慢性肾病的乡亲一定要吃止咳药呢？好，那今天就由我们的吴主任来为我们各位乡亲来解答。请。各位乡亲大家好，我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说没有肾脏病的人吃什么药应该都没有禁忌。那今天这个主题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肾脏不好的时候，遇到呼吸道症状要吃止咳药的时候，是不是要稍微注意？那今天我用很短的时间跟各位分享哪些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那首先我们先讲咳嗽，咳嗽其实就是上呼吸道有异物的感觉，不管是病毒或者是外来的一些物质、蛋白质，我们身体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反应，想办法去除这些外来的物质。所以有分两个，一个叫生理性的咳嗽，另外一个是其他有致病原因的咳嗽。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原因的咳嗽，都是一个生物自我保护的机转。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我们吴主任讲是咳嗽的成因那它主要像刚才还有提到它一些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是吗？好，包含把一些异物清除还有一些清除外来的抗原或是免疫的产物。我们讲免疫的产物是什么东西？好，例如说，如果自然界里面有一些异体的蛋白质，不管花粉或者是病毒感染、细菌感染，我们上呼吸道黏膜上面本来不应当有这些物质，我们身体会自动去保护我们，用分泌一些黏膜的物质，然后形成一个痰液的状态，让我们咳出来。我们身体就不会被这些外来的蛋白质所侵犯，这是一个自我清除这些异体蛋白质的一个方式。所以各位乡亲知道，咳嗽是保护自己那个身体的一个机制啦。那在治疗方面呢？治疗的方面，那我们吴主任在咳嗽这方面治疗能跟我们乡亲讲解吗？好，如果说这个咳嗽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那我们稍微咳一下，把这些异体蛋白质咳出来，我们当然症状就会减少。可是很不幸的，如果咳嗽太严重，会影响一个人的睡眠。那通常临床上的医师会开一些止咳的药物给病人。那我们先说止咳的药物有两个。一个就是想办法让痰液变得比较轻，就是黏膜的清除液。那另外一个方式是直接抑制我们咳嗽的中枢，就在我们脑子里面。那这个抑制咳嗽这个动作的话，在正常的肾功能是没有问题，偏偏在肾功能不好的人，因为你抑制了以后，它产生的这一些神经学的症状可能比咳嗽还要严重。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吴主任为我们非常简短有力的解答，就是说在我们慢性生病的病友在这些咳嗽方面用药要注意什么，然后咳嗽时它的机转是什么。好，那吴主任，我们今天就跟乡亲 say goodbye。